禀老祖，阁中已发现多名修士疑似化神期。化神修士。此人身边竟有2个元婴大圆满做随从，定是堪比修魔海大城主的化神高人。前辈在此稍后，拍卖会即刻开始。哪来的生面孔，也敢阻我神识？化神期，晚辈不知前辈在此，还望恕罪。邱道友，别来无恙。啊！王林，你居然化神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听闻碧阁此次拍卖会惊动了不少化神道友，特意前来，老夫感激不尽。诸位若是看上什么东西，尽管出价。若有法宝，我炼气阁也可当场作价。祝各位得偿所愿。啊！是他。晚辈匆忙赶路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离开。你挺对老夫胃口，做我弟子如何？晚辈愿意。孙道友，可曾想起什么？啊！当年之事，是孙某鲁莽了，王道友莫要见怪。短短200年，当年的结丹修士居然已突破化神，修为压过孙某。倒是孙某该向王道友请教一番了。啊，王道友此番来碧阁，不知道看上了哪件法宝？6品丹方。若是其他物品，在下可以做主送给道友，但这丹方是有人寄售在此，孙某确实无法帮忙。无妨，若是换不到，我抢来拓印一份便是。此人看似温和，却杀机四溢。若是真在我阁内动起手来，如何是好？接下来将是一件重宝，此物想必各位道友都已经知晓，它是一张6品丹方。6品丹药只有朱雀国才可以炼制而出。6品丹方，有现在的6品丹方。但若是拥有了丹方则不同，此物的价值大家心知肚明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按物主要求，起拍价1万上品灵石。这谁拿得出来呀？都捡几个能拿出来？可有道友出价？我虽有比灵石贵重的仙玉，可若是用出，势必暴露身份，引发朱雀国追查。我以此物作价。好。道友，你可曾见过此物啊？王道友，那木雕之内的血色经脉，莫非是雪域国的冰雪傀儡之术？此物我等并未见过，但可以确定它的功效与元婴后期的傀儡一样，因此作价5000上品灵石。道友莫怪，阁内小辈不识货，单凭血经脉就可使那傀儡的价格翻番，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一丝化神意境。道友，这法宝老夫买下了。这枚紫玉简可以在我炼气阁任意一殿换取2万上品灵石。2万上品灵石。
我家小姐出3万上品灵石。3万！又来个！竟给老夫添乱！要是这小子真的动手，王兄，我这里还有4000上品灵石。不用。你2人在此守护。是。晚辈子熙，见过前辈。你引我来此，若是不能说出让我满意的原因，休怪我无情。前辈心智过人，小女子佩服。莫有废话！刚刚化神尚未稳固，领悟的也不过他人意境。退下！不自量力！前辈，晚辈之前鲁莽，实乃逼于无奈，还请前辈看在这6品丹方的份上，帮晚辈一次。晚辈乃周国缥缈宗之人，我父亲是缥缈宗宗主。20年前，父亲进入仙夷之地，至今未归。那仙夷之地是朱雀心2大兄弟之一，与九幽蛮荒齐名。晚辈的修为无法进入，还请前辈助我进去，把我爹骸骨找回。没有时间。此玉简价值2万上品灵石，算是拓印之剑。这归元丹方中记载了各类药草及材料137种，其劣质难度前所未有。更关键的是，其中药材大部分是稀世珍宝，并且早已绝迹，我宗也只有不到20种存货。空缺的药材只能逐个研究，找出其代替品。婉儿的身体不知还能等多久。云天宗上下待命，不计代价，宗内有的立刻取来，若是没有，就高价去其他宗派换。这丹方当中的药材，不乏一些4、5级修真国的镇派之宝。那我便亲自去取。走吧，都给我仔细的找，要快！是。大长老，宗内所有4品炼丹师均已到齐。不对，统统不对！期待药材的属性分离及搭配，绝不许有丝毫差错。再粗心大意，统统给我滚出云剑宗！婉儿，这是我生死一境当中的生机之气，你吐纳看看。我感觉好了一些，只是忽然有了困意。你现在身体虚弱，想要这生机在你体内发挥作用，就需要长时间的休息。你安心歇息。师兄，婉儿不怕死，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。
300年才开花的陀罗莲，老子终于等到了。鼠辈，老夫的东西也敢抢？今天你走不了了！拦我者，别怕，我在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死气磅礴，婉儿的状态越来越差了。不够，不够，再去找！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大宗主真是辛苦，既要外出到各地寻药，又要趁着宗主清醒前赶回。宗主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自从我返回楚国，2年来不间断的行气滋养和灵力灌注，婉儿却还是越来越虚弱。婉儿若是强行结婴，怕是元婴尚未形成，肉身就会立刻死亡。那时，未成的元婴也只有消散一途，连聚魂都做不到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大宗主，最后一味入魂草，用另37种药材替代，大部分的很好交易，我有一味，在4级修真国阴阳宗主。数万年前，阴阳宗本是5级修真国，这次宗主请千万小心。何方小辈，来我宗撒野！宗主一去数月，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不能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师兄会回来的，他说过他会回来的。可是，我信他。快为宗主输送灵品！
压制不住。想什么呢？在3级修真国，6品丹药闻所未闻，归元丹更是夺天地造化。即便是欧阳子前辈，恐怕也难以成功。婉儿，你可知云天宗上下最有可能化神之人是谁？就是欧阳子，他对丹道的痴迷已真化境。有这份通天执念，将来赶我化神一境之时，毫无阻碍。别担心，欧阳子定会将归元丹炼出来的。哎呀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个也不对，大宗主，不对。统统都不对！5品巅峰还不够，若是丹药太迟，婉儿的身体会先撑不住。丹房驻地，非是侮辱。是不是你们？若是还需什么，是不是他？随时来找我。不对。婉儿寿元将近，多年来全靠丹药透支生机，结硬是唯一之法。但此局忤逆天道规则，他必不相容。天道并非无形，而是存在天地之间，干涉众生。莫龙剑。结硬之时，若真有天劫降临，唯有以金之硬抗。以大宗主的禁制手段，这山谷竟成了楚国上下最坚不可摧之地。可是大宗主到底在防备什么？
才勉强挡下天劫一击。天道之力，恐怖如此。成了。这是死寂。不对，婉儿元婴一成，寿元未尽，怎会出现如此多的死寂？天道，心莲。终究还是在天道之下挣扎徘徊的水与魔。师兄，就算岁月归期，天道不容，我儿一生有你，不要有我。不要！
道之战，凡人竟无法感知。婉儿，现在，他以元婴之体沉睡，再次凝实，增加寿元，符合天道的规则。19年后，他元婴苏醒之日，我知道你还会来临。不过下一次，我依然还会阻止。这是阻碍天道的惩罚吗？我修的便是天道轮回之术，终有一日，我必取你而代之。到时，我让这天道规则按照我亡灵的意志行事，我让你跪在我的脚下。
来给我！婉儿，我会等你降生。周掌柜是个女娃，母女平安。只是这孩子呀，生来身子虚弱，还需费心好好照顾。一定一定，劳烦您了啊！快进来吧。哎呀。以婉儿元婴现在的虚弱程度，大概需要18年才能苏醒，并恢复记忆。到那时，天道定然会再次降临。婉儿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前辈，穿过此处便可到达仙夷之地，到时便劳烦前辈了。老夫100年没来这楚国，确实发生了不少变化。是啊，听闻如今云天宗已成为楚国第1大宗门，真是今非昔比。使者，他怎么会来此？曾牛道友，朱雀之主有令，3个月后，西山天坛之上，要你与红蝶一战。什么？曾牛？回去告诉他，即便是战，也要在10年之后。这曾牛好生厉害。竟连朱雀国的面子都不给。国外的故人，请进。故人。王林。几位道友，请坐。不知该称呼你为王道友还是曾道友啊？一个称呼而已，何必执着？当年小女子不知前辈身份，还望前辈不要介意。若我没猜错，你们此行是前往仙夷之地，寻找你父亲骸骨吧？正是。哈哈哈哈！王兄，不如与我们一同前去吧。孙道友答应前往，所谓何物啊？回前辈，在仙夷之地内有一圣物，名为轮回树，共9棵。晚辈有他们的分布地图，只要在树下打坐，就能让修士多一个层级的感悟。哼，这对于元婴修士或许有所帮助，但对于化神中期以上，效果甚微。孙道友怕是另有所图吧？王兄见识过人，孙某佩服。自信道友莫怪，若仅仅是轮回术，老夫断不会前往。我的目的是轮回果。轮回果？没错，
这轮回果能将化神修士结营的成功率提高30%，对我化神修士来说可谓至宝。若王兄愿意前往，所得轮回果，你我均分，可好？既如此珍贵，你为何不一人独占，反而叫上我？王兄有所不知啊，这仙夷之地着实有些危险，其中还藏匿着法力诡异的野人，就连朱雀国都忌惮3分。若是有王兄陪同，此行把握将大大增加。只要找到轮回树，到时我自有办法在3个时辰内催生出轮回果，如何？无妨，我们在仙夷之地入口等你1个月，若是没来，此事作罢。孙某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兔死记忆中曾提到过轮回果，若将其汁液涂满古神全身，体内经脉将会紧密，彻底融入血肉，身体吸收天地灵力的速度将会大幅增加。这一过程叫做洗体，只有经历洗体，本尊才能算是真正的古神。长老今日因曾牛推迟大战一事大发雷霆，本要下山亲自捉拿他，没想到又被那位拦住了。真不知这曾牛到底是何身份，居然让他连续3次出面干涉。师妹，不如我悄悄下山替你杀了此人，即使被发现，也不过罚我闭关100年而已。师兄留步，曾牛想要坏我道心，却不曾想，如今我道心不但未损，反而更加圆满。我虽不清楚那位究竟是何用意，但他执意要我们一战，此举正合我意。师妹，这是我专门寻来的东海之灵，可助断臂重生，你拿去。不必。每每看到这空袖，我对他的恨就浓上3分。不杀曾牛，此必永不恢复。师妹，他竟给我断臂中毒咒，曾牛，我定会亲手杀了你。毒咒牵制，可防他突然来犯。不过朱雀国既已得知我藏身之处，却没有为红蝶出头，只是送来战帖，此事古怪。我与红蝶一战在所难免，是时候早做准备了。我要收回去兽圈，做摄神车魂兽之用。接下来的日子是走是留，你自己决定。
你可想好了，要跟随我？你看看。你忙了一天，快去吃点东西吧。走，菜在锅里。婉儿，18年后，你便会想起我们之间的一切，而到那时，天道也会再次来临。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迎战天道。仙夷之地可助我提升本尊修为，所以即便再凶险，我也必须得去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要照看好婉儿，不得有失。是。你资质不错，又肯努力，继续坚持，定有化神的一日。此物给你，好好感悟。多谢大宗主。小柔儿，看，我会回来接你的，等我。前辈，晚辈王林，受周易前辈所托，照顾您1000年。但眼下，晚辈要前往仙夷之地，此地凶险异常，求仙境一用。此仙境剑魂已去，剑威不在，若想使用，还需一个剑魂。许烈国，出来！老子终于出来了！就算是当骡子也得给点甜头吧。以魔头等剑魂，只能发挥此剑小部分威力。待日后有机会，再寻找更合适的剑魂吧。孙前辈，已经1个月了，我们还等吗？此地究竟有多少层，你可知晓？不清楚，但我父亲曾说，此地4层以上相对安全，越往下危险越大。而我可以确定，那轮回树就在第3层，我父亲曾亲眼看过。若算上王道友，3个化神修士在，只要不去4层以下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可若他不来，王兄，诸位久等，途中遇到一些小麻烦。我进入仙夷之地后，此人一直尾随，想趁机偷袭。这就是你口中的野人？不是说野人都生活在地下吗？怎么会跑到地上来？怕不是这仙夷之地内出了什么变故？事不宜迟，我来开路。
口就在东边。此地竟如此之大，甚至都探不到边际。师傅救我！这几人的头骨与王兄你在地上发现的一致，但他们都不是野人。那是什么？符魁，就相当于是傀儡。据说真正的野人能将修士炼制成符魁。符魁的特征，则是通体遍布黑色符文，双眼通红。虽说这符魁的威力不如野人，但一般在第2层才会碰到，不知为何会在此处啊？这符魁头上的叶片，又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小姐，紫薰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入口就在前方。